俗话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。上层社会的人为何总是互相捧场，而普通人却常常互相挤兑？这一现象的背后，隐藏着长期形成的社会潜规则，而这些规则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处事方式，更决定了普通人是否能实现阶层跃迁。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潜规则的本质，揭开资本游戏的真相，同时为普通人提供破解局限、实现人生突破的关键思路。让我们一起来破解这个赢家通吃的社会谜题。说到社会潜规则，首先得承认一个现实，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世界，资源向强者倾斜，机会永远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。这种不公平并非天生，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。从上层社会到普通百姓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完全不同。上层社会的人深谙规则之道，明白与其和别人对立，不如携手共进。他们善于互相推崇，哪怕是商业竞争，也更倾向于低调的合作，而不是公开交恶。毕竟，圈子决定高度，孤军奋战终究难以成事。反观普通人，则往往陷入鸡犬相争的局面。生活中有多少人热衷于踩低别人，只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虚荣？在底层，很多人相信自己随便挤兑一下别人，对方也无力反击。这种现象看似无关紧要，但长此以往，就会形成一个内耗严重的环境。大家都在相互内斗，根本无法集中力量往外突破。这种局限性，恰恰是许多普通人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。那么，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呢？答案之一就是闭关模式。普通人要想快速进步，就需要创造一个安静、专注的环境，将外界的一切干扰隔离开来，集中精力解决最核心的问题。就像比尔·盖茨曾经说过，他每年都会抽出一段时间，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，全身心投入到思考和研究中。短短几周的闭关，可能抵得上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无效摸索。普通人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突破原有的认知局限，为自己创造质的飞跃。但仅仅闭关还不够，家庭的积累和支持也至关重要。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轨迹实际上都与上一代的努力密切相关。爷爷奶奶在乡村站稳脚跟，爸爸妈妈才有机会进城；父辈在城市扎根，子女才能有更高的起点。这是一场代际间的接力赛，没有哪个人能独自跑完全程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往往高估了自己对下一代的期待，却低估了自身努力的重要性。如果父辈一味推卸责任，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，家庭的命运只会在恶性循环中难以突破。当然，要想真正改变命运，还得懂得用人之道。人无完人，任何人都有优点和缺点。优秀的领导者从不轻易批评别人的不足，而是更关注对方的长处。一个能够放大别人优点的人，往往更容易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支持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习惯性的只盯着缺点看，结果不仅浪费了人才，也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抱怨中。除了善于用人，普通人还需要正确认识人性。人性并非完全善良，大多数人在利益面前难免自私甚至冷漠。如果我们对他人的期望过高，只会一次次失望。相反，如果能正确理解人性本质，便会多一些包容，少一些苛责。正如一句话所说，自己强大了，世界才会对你温柔。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价值，才有资格要求别人对你另眼相看。除此之外，选择一个好的圈子也尤为重要。你的圈子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。如果你身边都是志同道合、愿意分享资源的人，你的成长速度会成倍增加。反之，身边如果全是负能量的朋友，只会拖累你的脚步。普通人如果能找到一个厉害的贵人，紧紧跟随，那么人生可能会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最后，
别忘了不要高估天意，而要更多的相信自己。虽然很多人迷信风水、命运等外在因素，但真正决定你未来的还是你的选择和努力。那些有觉醒意识的人，往往能够主动打破家庭和社会的限制，追求更大的梦想。他们知道，与其等待天赐良机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抓住每一个能改变命运的机会。然而，光有这些认知还不够，执行力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。机会永远留给那些敢想敢干的人，如果只懂道理却不行动，那再多的理论也不过是空谈。普通人要想成功，就必须脚踏实地，从小事做起，积累起改变命运的资本。最终，那些懂得潜规则、善于用人、努力提升自我价值的人，终将突破阶层的束缚，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洞察人性本质，无非是了解人的需求与弱点。人性如水，柔弱却又无孔不入。施恩要循序渐进，这一点看似简单，却极少有人真正理解其中的奥秘。比如，一开始对别人百般宠爱，处处帮助，久而久之，哪怕减少一丝关怀，都会被解读为冷淡甚至敌意。而若是从一开始保持适度，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加深，那人们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恩惠，更是持续不断的温暖。古人云，恩威并施，然而这恩威如何施展，施展到什么程度，直接决定了育人的效果。力威若是先宽后严，给人一种骤然紧缩的压迫感，便容易招致反感与怨恨；而先严后宽，则既能树立威信，又能让人心生敬畏。这种欲擒故纵的技巧，实则是人性博弈中的智慧结晶。然而，过度施恩或滥用威权，都会让人陷入困境。施恩太多，容易让人变得依赖，一旦恩惠停止，往往不被感激，反倒被怨恨。人们惯于将别人的帮助视为理所应当，而将失去视为刻骨铭心的痛楚。另一方面，过度展现威权也会让人逐渐麻木，长时间的高压环境只会让人失去尊重，甚至反感至极，进而导致树倒猢狲散的局面。因此，施恩与立威的频率、方式、强度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，做到点到为止。从育人之术延伸到创新的本质，不难发现，世上很少有人真正拥有原创思想。那些自诩为天才创新者的人，多半只是没有见过前人的成果罢了。创新从来不是凭空产生，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微创新的过程。就像做菜一样，原材料早已存在，但如何组合、如何调味，才是厨师技艺的体现。真正的创新者懂得从历史中汲取营养，从现实中寻找灵感，将前人的智慧与自己的实践相结合，最终形成独特的成果。而开窍的人则深谙价值交换的核心法则，他们懂得赚钱的本质不在于辛勤劳作，而在于能否提供价值。他们将金钱视为工具，而非最终目标。他们珍惜时间，用于提升自我。他们看透事物本质，以规律为准则，按照方法论稳步前行。开窍与不开窍的区别，往往决定了人生的高度。那些执迷不悟的人，常常将人生的失败归咎于外界，却忽略了自己的认知和思维局限。清醒与精进，则是另一个重要的课题。当一个人专注于自身成长，逐渐摆脱负面影响，整个人的气场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们不再纠结于小事，也不再被小人干扰，而是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与方向。这种状态犹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，进入正循环后，生活中的一切都会渐入佳境。然而，无论是洞察人性，还是不断精进，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认知买单。高认知的人，每一秒都在创造价值；低认知的人，每一秒都在自我内耗。人生就像一场交易，每一次选择都需要以认知为筹码。那些懂得学习与反思的人，会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，而那些拒绝改变的人，
只会在一次次挫折中感叹命运的不公。至于人生的修炼，聪明与傻的结合尤为重要。聪明选方向，傻傻的执行，这两者的平衡往往决定了人生的成败。过于聪明的人容易因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目标，而过于执着的人则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只有聪明与傻的结合，才能让人走得又快又稳。最后，关于运势与积累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生并非全靠努力，运势来了，要抓住机会迅速行动；运势不佳，则需要耐心积累。这种积土成山、风雨兴焉的过程，虽然枯燥乏味，却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。面对别人的请求，我们常常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，拒绝吧，怕伤感情；答应吧，怕被占便宜。于是，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，妥协。但生活早已证明，妥协并不总能换来和平，反而会让问题更加棘手。就拿借钱来说，很多人碍于情面把钱借出去，却因为对方没有还钱的能力或意愿，导致关系破裂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感叹人心不古，却忘了追究自己的问题。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拒绝呢？高手的智慧就在于，他们不会轻易给别人作恶的机会。有人找他们借钱，他们不是直接拒绝，而是灵活应对。比如说，等我有钱了再借你，对方听到这话，瞬间明白了意思，也不会继续纠缠。这看似简单的拒绝，却包含了深刻的人性洞察力。毕竟人性本就复杂，过于信任只会让人有机可乘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有些人并不是生来坏，而是因为环境和机会的驱使，才让他们做出损人利己的选择。比如，那些在感情中玩弄对方的人，不一定是天生无情，而是因为对方没有设立底线，才让他们有了肆意妄为的空间。再比如，在职场中，那些一味奉承上司、忍气吞声的员工，往往被忽视甚至欺压。你越是不计较，越是付出，对方就越不会珍惜你。这种以德报怨的方式，不是大度，而是愚蠢。为人处事，礼貌和底线是两回事。礼貌是基本修养，而底线是生存法则。没有底线的人生，就像一座失去了防护的城池，随时可能被人攻破。相反，懂得坚守底线的人，往往能够吸引真正值得交往的人。生活的核心是交换价值，而不是无底线的讨好。人们常说，善良是一种天赋，但智慧是一种选择。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，也需要保护自己。如何保护自己？首先，要认清自己在关系中的价值。你是朋友的倾听者，伴侣的支持者，还是家庭的顶梁柱？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你需要承担的责任，但无论是哪一种责任，都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。其次，要学会筛选人际关系。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交往，甚至有些人注定是我们的负资产。这种筛选并非冷漠无情，而是对自己负责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拼命讨好每一个人，而是懂得取舍，用自己的价值吸引志同道合的人。最后，要学会用智慧处理矛盾，而不是一味忍让。矛盾不可避免，但正确的处理方式可以让它变成机会。比如，有人试图占你便宜时，与其生硬的回绝，不如以幽默的方式点名，既不伤感情，又能保护自己，何乐而不为？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，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顺利。有时候我们会遭遇欺骗，有时候我们会被误解，但只要我们心中有光，就一定能找到出路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，让别人尊重你，首先你得尊重自己。尊重自己不是自私，而是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。尊重自己不是拒绝帮助，而是学会选择性帮助。尊重自己更不是高高在上，而是明白，只有在保护好自己的基础上，才能更好地与他人相处。资本的疯狂是一场迷局，更是一场赌局，而吕毅不过是这场赌局的一个玩家。
但他却玩出了惊天动地的效果。从表面上看，他的操作有条不紊，分毫不差，背后却是一次次突破法律与道德底线的冒险。通过层层代持和复杂的股权结构，他不仅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还彻底规避了法律的追责风险。这样的操作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模仿的，但却成为无数资本玩家窥视效仿的经典案例。村镇银行原本是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、服务本地农户而设立的金融机构，然而吕毅却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其本地化服务的特性完全颠覆。他的胆识令人称奇，与其一城一地地慢慢发展，不如通过借贷平台将触角伸向全国。这种跑马圈地式的扩张，短期内看似带来了巨额资本流入，但实质上是填满了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。存款被挪用，贷款无法收回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早已注定。而吕毅的精明之处在于，他深知规则的漏洞在哪里。在问题爆发之前，他早早更换国籍，并选择了没有引渡协议的美国作为自己的避风港。塞浦路斯国籍不仅能带来全球免签的便利，还能为他提供绝佳的逃避责任的屏障。这种精心设计的跑路方案，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未雨绸缪。但与此同时，这也暴露了制度漏洞。为何这样的资本玩家能够一次次逃脱惩罚？为何监管层面未能提前预警？至于受害者的命运，更是令人扼腕。普通人辛辛苦苦存下的钱，寄希望于村镇银行能够提供稳定的收益，结果却被卷入资本的漩涡。这些储户或许并不懂什么是影子股东，也不了解复杂的股权代持，他们只是希望银行能够兑现承诺。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，如果这些资金被认定为存款，还可以依靠保险机制获得一定赔偿，但如果被定性为理财产品，那么损失可能难以挽回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种模式不仅发生在河南新财富集团，还有可能存在于其他地方，甚至更大的金融机构中。这一切不禁让人想问，我们的金融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资本市场的底线在哪里？当聪明成为逃避责任的工具，法律的威严又该如何体现？吕毅的逃亡，表面上看是一场个人的胜利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却可能是一次巨大的失败。他所制造的金融乱象，不仅破坏了储户对银行的信任，更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造成了威胁。而这些问题的根源，难道仅仅是个体的贪婪与胆大包天吗？显然不止于此，这是一场制度与规则的较量，也是一次对社会信任体系的巨大考验。最终的结果如何，目前尚未可知，但可以预见的是，这场资本游戏的代价将由更多普通人来买单。而吕毅这样的聪明人是否能真正逃脱法律的制裁，也值得拭目以待。每个人都希望改变命运，但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是认知、选择与行动。我们无法改变环境，但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；无法控制他人，但可以提升自身的价值。人生是一场需要智慧和勇气的旅程，真正的赢家从不只是聪明，更懂得坚守底线与持续精进。如果你也想在这场旅途中少走弯路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并分享这期视频。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启发思维、提升财富的内容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